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里炸了锅了呀！有一个女士在征婚群里发聊天记录，吐槽自己让一个男士给骗了。哎呀，我那第一瞬间是觉得是被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作为群主咱赶紧问问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联系那个姑娘。后来算是问明白了。这大上个周有一个男士32岁条件不错，自己开了一个小厂子，一年在30-50万。这姑娘呢是31岁做会计的。哎呀，姑娘一看这条件挺好觉得特别喜欢，就表现出来很积极。两个人在上周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印象都不错，进展也比较快，这聊天话题都会比较暧昧一些。很快这上周末又约着又见了第二面。这2天不是圣诞节和平安夜嘛，这姑娘一闺蜜就收到了一个大手镯子，就在朋友圈里晒呀，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她那个大手镯子呢。这姑娘就截图给这男士说了句我也想要一个。男士看到这个截图哎呀，估计是愣了半天隔了半个小时才回复，说现在有点贵你元旦再买。这姑娘一听就不愿意了，你这是装聋作哑呀？我这啥意思你看不出来吗？直接就打直球跟他说我想要你给我买个金镯子。男士这会儿一听也不藏着掖着了，直说你看咱俩才见了不到3次面，你跟我要金镯子不太合理吧？这姑娘就说我只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感，觉得你是爱我的，愿意对我好。男士人家不愿意我们刚认识呢多久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么贵的礼物，我觉得你很拜金算了，我们俩不合适。这姑娘一听回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真能让他跑了吗？赶紧委屈的表示我不缺钱，我完全有能力自己买，我就是想看一下你对我的态度，我也没想过要，我只是考验你一下罢了。行了，人男士顿时悟了，立即答应这姑娘，晚上我就带你去买金镯子去。这姑娘一听非常开心直夸男士人很好，对待感情很认真。昨晚上下班两人就去金店了。这姑娘就选了大半天选了一款32克左右的，合计下来有2万左右。男士就去收银打包结账，很痛快不墨迹，一会儿就付完了。哎呀，这付完之后，男士把这小票给这姑娘看，你看我买完了吧？你能看出我的态度了吧？姑娘很是开心要接过金手镯。男士把手一抽你不是试探我能不能给你买吗？我买完了，这表明我的态度了，但这镯子不能给你，我得送给我妈。这姑娘一听就气炸了，就把这些过程还有聊天记录就发到征婚群里去了。男士也在群里就看这群里他俩人还有一帮人在群里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吵直到把这个姑娘给踢出群才安静。哎呀，这个事情前2天也遇到一个，就是还没见面这个女方先要金镯子，表示你得先给我个态度，如果2人能成这镯子收下，不能成我再退给你。我就纳了闷了，这是年底要收网进年货了吗？在座的各位记住找婚姻候选人，2人之间一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他要考验你，凭什么？上级对下级才有考验一说的，在平等的关系里面，如果说考验，那就是互相对等的，他要考验你，也要考验他呀。在中国，只有党和人民才可以考验你。当他拿态度说事儿，拿通过让你给他送贵重礼物作为来衡量你是否对他好，体现你的价值，这样女人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愿意接受那咱就另当别论。当你去满足他的这项需求之后，你等着吧，后面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需求嘞。别高看自己，你是养不起他的。一个女人值不值得娶回家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看她会不会把你的钱当钱，能不能愿意给你花她的钱。如果是那种把你的钱不当钱，自己平常都舍不得买的东西要你给买，这种女人碰都不要碰。现在就可以止损了，养不熟的白眼狼。刚刚我去给人提亲回来了，哎呀，浑身乱糟糟的，就觉得这个头发昏，四肢无力，喘不动气，特别憋得慌。刚才去药店量了一下血压还好，一切都正常。我也算是那种见过大风大浪大场面的人毕竟提亲的次数多了。这提亲是啥情况都有我都见怪不怪了。这男士呢是90年的，女士呢是92年的，两人呢是在我们这个自己这个线上平台上认识的。这网上聊得挺好，后来呢就互相加了微信，互相彼此喜欢，一来二往，两人就这么成了。男士是在汽配厂工作的，这个姑娘是在超市里面上班。我特别要夸一夸这姑娘人家这个人特别好，性格特别温柔。他们俩还没结婚但是他们俩会有一个共同的银行卡，这两人发了工资都是3、7分，70%都存到这个卡里面去，说要一起在结婚之后这攒了钱给家里用的。这个男生也没给姑娘买过什么东西，人家姑娘也不要觉得有点乱花钱嘛。这不马上年底了双方父母的意思就是要见个面过来谈谈两家要定个亲。男方呢就委托我帮忙去提个亲。那我们这边请媒人提亲会是比较正式，而且还能控制某种激烈的局面。至于啥局面大家也是懂的。这今天呢我就去了一趟女方家里人家女方家呢是在这个城中村，这个女方父母都在。
说明来意之后啊，大家也都开门见山哈，也不墨迹，直接说重点，那就是彩礼。女方父母跟我说呀，彩礼要10万，而且会陪嫁回去。我一听啊，我就问他们是陪嫁10万吗？女方父母接着笑起来，就跟我说呀，开什么玩笑，彩礼是彩礼，陪嫁是啥呀？我们说了算。我问那具体是个啥呀？我这边在写礼单呢。这大叔啊，性子比较急啊，就先说话。如果给我们10万彩礼，我们就给他陪嫁5个家电。这话还没等说完呀，女方妈妈的胳膊肘啊是立马就怼了过去。啥5个？你说了算了。然后转过来跟我说呀，就陪嫁3个家电，还嘱咐了一句啊，放心啊，都是最好最贵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懵啊，因为这个男方啊家里他是已经装修好了，而且已经住上人了，怎么也不可能缺家电吧？难不成要买个电饭锅吗？真的是想啥来啥呀。这大姨跟我说啊，那既然家里都装修好了，那咱们就缺啥买啥吧，给买个洗碗机，买个电烤箱，还有一个电磁炉。这大叔在旁边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就喊着说，哎呀，你给置办好一点的吧，别整一些锅碗瓢盆的。然后大姨听了就很生气啊，别胳膊肘往外拐，你出钱还咋地？大叔听完啊，可能就兜里没有钱啊，一声不吭上一边去了。这大姨啊就开始解释呀，哎呀，我们也想买冰箱洗衣机啊，那他们现在都有了，我们只能置办一些日常都用得上的。你看这个洗碗机啊，好的都要几万，还有电烤箱，给他们买那种嵌在这个橱柜里面的那种大的，也得好几万呢。要买个电磁炉啊，新的小两口你吃个火锅对吧？冬天啊他也用得上，还得要质量好的，也得小几千呀。听完立马给我整不会了，这大姨可能觉着我们家没这些大家电是不？总之呢，按照大姨的算法，这些家电啊，这3件套啊，起码要5万。这喝了口茶之后啊，就慢慢的给他们沟通啊，这事儿他得磨呀。男方的意思呢是彩礼啊是31800，也不需要女方来陪嫁。这女方父母听了就说呀，那不得让人笑话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彩礼还能那么低吗？如果不要陪嫁，那彩礼啊最低是88000，一分不少。我说大姨啊，你看你要买这些家电啊，它也得大几万了，按照10万给你，你手上剩下也就有5、6万了吧？你咋还越要越高呢？接着大姨就是一副啊我不管的样子。后面呢又沟通了一会儿啊，还是不行。看着大叔呀，我就有点希望啊寄托于他。人家大叔看了我一眼，直接转身啊去了屋里。看来这家庭地位是有点堪忧啊。最后啊是好说歹说啊，女方呀同意了6万6的彩礼，不给陪嫁。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男方的时候，人家男方父母的这个态度啊就反差很大呀，人家就直接同意了，意思说多给点就多给点吧，钱呢还能赚，别把亲家的面子啊给撕破了，以后啊还都来往呢。就这样呢，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下来了。哎呀，提亲的心呢那可是真累呀，婚介这个行业啊如同过山车呀，禁止高血压、心脏病等患者加入，保命要紧。哎呀，今天发生这么个事儿啊！今天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这胳膊一撸，哎呀妈呀，吓我一大跳。左青龙右白虎，青龙盖白虎，代代有文武；白虎盖青龙，那是代代有人穷啊！那一大膀子的花臂，吓得我以为来找我讨债来的。她今年28岁啊，做化妆品销售的，身材很好，也会打扮，而且很漂亮。她说自己啊年轻不懂事，胳膊上纹的呀是前男友的头像。真的，我看了那半个手臂啊，密密麻麻的。那个前男友的头发还挺长，光那个头发都占了一大半。我看他那个手腕上还纹的几个字母啊，写的这个 CDF， 我还以为怎么地纹了个臭豆腐。他说那是前男友的名字啊，我立马就反思了自己啊，是我有点肤浅了。看完呢，我就很好奇的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纹身呢？而且还这么大面积的。他说呀，当时两人感情特别好，觉得一辈子啊非他不嫁了，他呢也非我不娶。这纹身呢是两个人出去旅游啊，遇到了纹身店。男友呢就提出啊，两人就纹彼此的头像啊，去纪念爱情。谁知呢，这两人旅游回来就不停的吵架呀，次数也越来越多啊，彼此脾气都很硬，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的。最后呢，彼此都觉得哎呀心累了，就提出了分手。当时年轻不懂事啊，根本就不知道后果是什么。这分手之后啊，家里就给他介绍过不少的相亲对象，但是对方都因为他有纹身这个事情给拒绝了。那父母也因为这个纹身啊去骂他。他自己也很委屈啊，也担心啊自己年龄大了啊找不着对象。我问他，我说这个纹身不是可以去掉吗？他说啊去不掉，纹的面积太多了，去掉会很疼，而且还留疤。看着他满满的这个手臂上面啊，说实话我是有点心疼的。我跟他说，我说现实情况你有纹身确实很不好找对象，那不管你这个起因是什么，大多数男人啊都不会容易接受。
说到这儿，他就很生气的问我呀，难道我有纹身就是坏人吗？我就不配谈感情了吗？听完之后呀，我就问他，我说我这边呢有一位男士啊，今年30岁，自己开了2家店，生意做的呀一直都不错，一年有20万左右，个子不算高啊，有170，但是这个后背和胳膊上都有纹身，而且还有前女友的名字，你愿意认识一下吗？他说我不想认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啊已经是有纹身了，他有纹身，那出门的话别人会笑话我们的。你看你自己都不接受，为什么要让别人接受你呢？确实纹不纹身呢是你的自由，男人不干涉，但是啊，选不选纹身女人做女朋友那是男人的自由，女人呢也别抱怨，大家都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总归是需要承受社会的目光，那不顾一切奔向爱情这种事情啊，那骗骗小孩子就可以了。曾经有一位男士啊，相亲遇到了一位就胳膊上和这个腿上都是纹身的姑娘，他说呀，我并不讨厌纹身的人，只是不想和一个可能有很多故事的人啊在一起过一辈子。我也曾遇到过一位男士啊，就是满臂整个胳膊都是纹身的。最有意思的是啊，他找的女朋友很多都有纹身，但是他在选结婚对象的时候，坚决不要有纹身的。很多人眼里啊，这种男人很双标啊，不要脸，自己纹的跟个斑马似的啊，还舔着脸要求对方没有纹身。但是你不服也没有用啊，步入婚姻殿堂，你总归是要面临现实的问题。纹身的呀，确实有很多都是好人啊，但明明呢是能规避的风险，为啥非要给自己找不自在呢？尤其是情侣纹身啊，一定要慎重，法律都拴不住一辈子，你还指望那玩意儿？真有一天啊，你俩拉倒了，一人一个臭豆腐，下一任咋接受？看着都觉得尴尬。所以真心劝那些还在热恋当中的情侣们啊，做事别冲动，考虑清楚啊再纹身，尤其是大面积的。最后说一句求生欲极强的话啊，纹身店老板你别打我。昨天晚上大约10点多啊，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哭得很厉害，说自己8年多的感情因为彩礼给谈崩了，问我呀，说是我做错了吗？那一瞬间啊，我的脑海当中立马蹦出画面来了啊，男女双方因彩礼大打出手，这种狗血剧情啊，我遇着太多了。那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呢，我就分享出来啊，大家呢也可以评评理。这姑娘呢今年是28岁，男士是29岁，两人是大学期间谈的恋爱，从校园到工作后同居生活呀，两人的感情一直都挺稳定的，也是奔着结婚去的。双方家庭条件呢都比较普通，谁呢也不高攀谁。今年夏天开始呀，两人就商议着要结婚嘛。男方啊出了46万做了首付，置办了婚房，名字啊是男方自己。这个女方呀出了装修款12万，装了房子，一切准备就绪啊，双方开始谈论结婚的事情，就谈到了彩礼。女方的意思啊是彩礼10万全包，就是3金之类的等等啊都要算进去的价格。但男方呀说自己这些年攒的钱啊都拿来买房子了，这手上呀剩下了不到1万，父母都是农民，本身啊也没有多少钱，彩礼啊拿不出来。女方说自己要这10万呢也是合情合理，毕竟装修钱已经出了12万，对男方来说呀这个彩礼钱啊他并不损失什么。就这样呢，彩礼这一事啊，男女双方是各执一词啊，互相讨价还价。最终啊，女方退让，说是给3万彩礼加3金，但男方却表示说呀，恋爱这8年，除了校园的几年，毕业之后吃饭住宿大部分都是男方出钱，女方按常理来说呀，应该给男方1半的钱，那这个钱呢也给他省下来了，不应该呀再提彩礼的事情。女方听了呀就很不满意啊，也不能接受男方的要求，坚决不退让，彩礼必须是3万1800，3金呢可以只满1金。但是男方呢还是坚持说呀自己就是没有钱，父母也没有。就这样双方因为彩礼这事啊僵到这儿了，结果就是人家女方父母很生气啊，觉得男方太过于斤斤计较，不顾及这8年感情，提出了分手，并要求男方呀返还装修款。男方却说呀女方太过自私了，不顾及这8年的感情情分，以彩礼的名义要挟男方出钱，太能算计，说同意分手，但是装修款不退。因为这8年呢也承担了生活大部分的开销，装修款就算原本 AA 的钱了。那到现在呢，俩人是分手2个多月了，这姑娘压力很大，问我是不是不应该要彩礼，毕竟谈了8年，感情都有，突然分手啊，自己也接受不了，而且这年龄也大了，装修款呢也没能要回来。听完我真是火大呀，真的，现在剧情都开始搞反转了吗？一开始我一听彩礼问题，我以为这是不顾及多年感情要高价彩礼的，结果彩礼只要3万。就拿现在这个年代，3万真不是大钱，哪怕你现在没有，男方你好生商议，给个半年1年的时间，攒着3万都来得及吧。但是对于他来言，真的是3万块钱确实高到难以支付吗？恐怕这不是彩礼的问题，而是他想不想娶你的问题。不想娶你1万他都觉得多。如果他是想娶你的，那就简单了，
就是说呀，他觉得你跟了他8年呀，赌你离不开，不想花1分钱来娶你。从另一方面来讲，8年的时间都没有谈过结婚的问题吗？也没有沟通过彩礼吗？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的青春。男方算盘那打的是真好啊，钱都出了几十万了，当了首付，愣是这3万拿不出来。何况人家女方还出了12万的装修款，最后摆出一副我就没钱，你要彩礼你有罪的态度。女方提出分手，不是挽留商议着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摊牌，不装了，装修款抵日常生活费了，不退。真是比赖皮狗还恶心啊！你嘴里那味儿比门口臭水沟都臭。就这种人还留着过年干嘛？还想嫁过去，都没你好果子吃。你惦记旧情，人家可一点都不惦记。这种人呢，快分，不分啊，我就用铲车铲你。恋爱了8年多，因为3万彩礼讨价还价，不顾及多年感情，那大家来说说啊，这事儿到底是谁的错啊？我这人呢，向来对事儿不对人啊。有人来找我找对象呀，那简直把我当成可爱的 Hello Kitty 了。上午呢，有一位83年离异多年带孩子的大妹子来找对象啊，个子不高，160不到，长相呢只能说是4、5分吧。这个离异多年带一个女儿，她来找对象，要求啊就一个，希望男方年收入20万以上就可以，也接受男方离异，也接受男方带孩子。我问她，我说你做什么工作？她说呀，自己现在没上班啊，孩子上初中，花费也不多，前夫每个月给打1500的生活费，但孩子呀马上就要上高中了，这个学费就要贵了呀，家里开支啊也会变大，没有男人那可不行。我问他，我说既然钱不够用，为什么不去上班呢？他说自己学历不高，年龄还大了，以前啊在服装厂上班，现在还要接送孩子，也没时间去。最主要这么多年没上班呀，也懒散惯了，不想去上。我听完了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是离的婚呢？他说呀，自己和前夫啊老是吵架，我们俩脾气啊不太好，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时间长了呀就过不到一块去了，自己啊也想找一个脾气好的。听完我就跟他说啊，现在男人都希望女人温柔一点，那你再婚能改脾气吗？他说我改不了，这脾气啊一辈子就这样了，男人不都得大度，应该让女人吗？听完我就忍了忍，毕竟做服务这一行业咱也得有耐心啊。我问他，我说结婚之后还能要孩子吗？他一听啊，妈呀，我都40岁了，我还要啥呀？哎呀，听完我就问他，我说你年龄还大，脾气不小，不想上班，还不愿意生孩子，年薪20万以上男人为啥娶你啊？我转身啊，我就骂了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们啊，门又没给我看好。最后我和大妹子说啊，现在啊有一位男士符合你要求，早晨4点多出摊卖早餐，晚上在夜市里摆摊卖炒面，11点多才回家。人呢正直老实，能吃苦能受累啊，年薪至少30万以上。今年41岁，带了一个儿子16岁，你愿不愿意认识？女士一听啊，哎呀，这早晨这么早，晚上回来那么晚，还是个儿子啊，这除了赚的还行，其他我都不太能接受啊。有没有白天能上班的，带个女儿的也行。这儿子吧啊，咱说实话，得给他买房子，攒点钱都让他花了，最后再有个啥，我们母女俩不都白伺候了吗？听完呢，我忍了忍啊，我说好，还有一位啊，是船员，赚的也挺多，一年20万以上，离异有3年多了，39岁，有个女儿12岁，出去几个月，回家待1个月，你能不能接受？这大妹子一听啊，这么长时间还不在家呀？不都是我一个人看2个孩子吗？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他自己女儿还不管吗？有没有工作好一点，能在家里时间长一点的？我说有，坐办公室，是个经理，年收入20多万，今年40岁，有个女儿，他爸妈给带，不影响你们生活。哎呀，这大妹子一听可高兴了，说这个行。我说人家这个男士要求啊，女方35岁以内，有稳定工作，不带孩子，身材好，长相佳。他一听啊就不太愿意，嘟囔了一句啊，条件不咋地，要求还挺高。最后我是忍无可忍呐，你能不能现实一点？40岁人了，没点独立能力，光想着嫁男人吃饭，不给生孩子，也不愿意伺候人，光想着照顾自己的孩子，别人孩子还嫌麻烦，想要赚得多还挑别人工作，工作好的赚得多的还能照顾家里的，人家娶你干啥呀？你是身材好，年轻，能生孩子，能听话，能照顾家里吗？样样做不到，事还不少，占便宜没够，一辆几10年的桑塔纳，还想找个免费加油站，关门送客啊！以后这种人不许进。大国庆啊，回村里了，但那电话呀叮铃当啷的啊。有一位28岁的姑娘，清华毕业，体制公务员，身材好，长相也好，性格也温柔。她打电话跟我说呀，自己和她女性朋友出去聚会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位男士，31岁，长得也帅，学历啊是硕士研究生，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父母啊都是大学老师，她就很喜欢这个男士。人男士啊主动也约过她几次，但是啊这姑娘说呀，对她呀都不怎么热情。谁知道最后啊这个男士竟然和他女性朋友在一起了。他女性朋友啊比他还大了1岁，普通2本毕业，虽然长得还行啊，但是个子比较矮，也就1.6米。
这个父母还都是打工一族的，他心里就特别不平衡呀，就觉得哎呀，心里有一根刺儿啊，怎么也过不了这个坎儿，就问我呀，为什么自己这么优秀，男士不选择，却选择了一个条件比他差这么多的一个女人？哎呀，有的人为什么嫁得好，那是因为人家的婚恋思维啊聪明得很，你嫁得不好，大概率是因为在婚恋思维上非常蠢，跟你是不是乖乖女啊，是不是家境好，是不是北大清华毕业，那根本就屁关系没有。在婚恋市场上确实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智商很高、能力很强、名校毕业、才华横溢的人，却总是嫁得不是很好，远不如那些条件还不如自己的人。说简单一点那是因为你在婚恋思维上非蠢即傻。举个例子为什么有些家境不好还作风开放的拜金女，最终能嫁给一个疼爱自己还肯给自己花钱的有钱人？因为人家聪明她在婚恋思维上聪明，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放弃什么。人家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她找到了，并且她发现那个有钱人喜欢主动活泼开放的女生，所以她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女人去迎合他，最终就成功嫁给了这个有钱人。这有什么问题吗？那还有很多人呢，就喜欢自以为是，自认为有钱人不该喜欢开放且拜金的女人。你认为你的想法很聪明，但其实很蠢。你认为你很懂得有钱人，但其实你根本啥也不懂。有钱人喜欢啥样的女人，人家也不需要跟你报备，你算老几为什么家境优渥、洁身自好、不拜金的乖乖女总是遇到那些吃软饭的渣男？都是自找的呀。你在婚恋上面蠢得离谱，既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知道别人要什么。你洁身自好、很高冷的样子，从不主动去接近优质的男生，幻想着他们来追你，结果接近你的全是渣男，于是你就很愤怒。人家优质男身边那么多的女人，为啥非得来接近你呢？你感觉你比别的女生好，但其实只有你自己这么感觉。在优质男的眼里你大概率高冷不好相处，还事儿多。只有图财图色的渣男才愿意热脸贴你的冷屁股。你一边标榜自己不拜金，不会对肯给你花钱的男人另眼相看，一边又抱怨为啥来找你的都是穷人。你一边标榜自己洁身自好，实际就是不愿意主动去接近那些优质男，一边又抱怨来找你的都是渣男。你说你是不是自找的？什么是聪明的婚恋思维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也得知道别人想要什么吧。什么叫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比如说你想要门当户对，那就来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你就得起码把人家当做一个还算满意的备胎去对待吧，而不是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你却张嘴闭嘴说人家哎呀也没啥了不起的嘛，搞得人家跟你钱一样。你看你的态度。那什么叫知道别人想要什么？比如说男士确实是喜欢这个女生洁身自好，但洁身自好不是指对谁都摆着一张臭脸。你面前9个男生，你对最喜欢那一个主动又开放，对剩下那8个礼貌而有分寸，那在男生眼里这叫洁身自好。如果你对不喜欢的8个高冷，对喜欢的那个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你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性格会是男人想要的？男人是觉得当舔狗很有瘾吗？不要总是标榜自己条件有多么的优越，该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一样都没有做好，却在这里不停的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得到想要的幸福。所以不是说你蠢，就是说你傻。有一位男士来找对象我印象那是贼深92年的本科，从事建筑行业的，感情路一路也是比较坎坷。他之前有一位女朋友谈了7年多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要求彩礼10万，这男士就觉得我跟你谈了这么多年，我也花了不少钱了，你还跟我要彩礼，他又很生气如果你要彩礼的话，咱俩就分手。原本是想着赌赌气，结果呢，对方还真提了分手。后来呢，又相亲认识了一位姑娘，也是谈着谈着都要结婚了也因为彩礼给谈崩了。他又特别生气就跟这彩礼较上劲儿了。相亲先问对方要不要彩礼，这要彩礼的一律不找。结果呢，又相了快2年还是没有找到，就找我让我帮他找。说实话，我一开始真是没答应但是后来说是能帮就帮吧。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要求女方不要彩礼之外，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他说要有眼缘，性格好就行，这其他也没啥要求了。我就给他扒拉我那许愿库里的资料，就有一位90年的硕士学历，从事金融行业管理岗，这个年薪在40个左右，他就不要彩礼，人家自己也有本事也有那资本长得也挺好。这男士呢就很怀疑这么好的条件为啥不要彩礼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说彩礼这事儿吧，你得分人，这姑娘明显她就不缺这个呀，你不就是想找那不要彩礼的吗？他勉为其难的答应说可以认识看看。
后来呢，人家女士啊也同意见个面。这见完男士就给我打电话，不行不行，女方呀太强势了。他说呀，婚后生完孩子还要尽快工作，还要求我妈来给带孩子，或者是要雇保姆。我妈的身体可不行啊，来不了。那雇保姆不仅要花钱，还不放心呀。他还让我多承担一些家务和带孩子。可我是做建筑行业的，哪里有项目就要哪里去啊。我常年不在家，难不成啊还得要我辞职啊？这可不行。他说呀，还是不找女强人了吧，希望我能帮他找一个性格温柔一点、听话的，这赚的差不多够家里花就行。婚后主要倾向于家庭多一些，要多照顾老公和孩子。哎呀，忍了忍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温柔一些的姑娘。这姑娘是96年的，家庭条件好。人家女方也说了可以不要彩礼，但是要求这个男士人一定要好。两人刚见面也算是有眼缘很快呢就确认关系就谈了起来。结果没出1个月又拉倒了。这男士说这姑娘太粘人了总是希望能够多陪她，每天还得车接车送，一天不打电话就说我不关心她，有个头疼脑热就要去医院，那不得花钱一吵架就哭，就得跟他爸妈说，做事情也太没主见了。最后呢，两人也不了了之了。他说自己想娶的女人是能够跟自己并驾齐驱，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而不是处处都要自己呵护照顾的。哎呀，继续忍又给他找了一圈，不是他觉得人女孩子胖，就是觉得女孩子矮，工作不体面，家庭条件太差等等。还有那带弟弟的怕影响到他的家庭。终于有一位姑娘年龄大了他3岁，说可以接受不给彩礼，愿意跟他谈看看。结果这两人刚一见面男士扭头就走。这个姑娘长得太丑了，实在是看不下去压根就没动力睡在一张床上。说这种就算给他钱他也不想认识。认识了这么一大圈他跟我说有没有个子高一些的，长得别太丑了，工作要稳定一些，产假最好能长一些，照顾孩子的。说完呢又自我感慨，这一路走来年龄又大了2岁，怎么找对象这么困难呢？最后发自肺腑的问我，到底是娶要彩礼的女人还是不要彩礼的女人哎呀，脑子是进水了吗？这么个简单问题都想不明白吗？对于这个男士来说现在已经不单单是要不要彩礼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找到的问题。彩礼那是社会问题，老祖宗那一辈就传下来了，比我那乌龟的命都长。你想改变彩礼现状，让女人接受不要彩礼那恐怕就要等这辈子要彩礼那些人都得升天了。孙子辈看看有没有可能吧。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找对象太双标了，既希望女人能赚钱养家，又希望她能貌美如花，还得希望她能给你做饭养娃。她是百变金刚吗？这压根就不现实。这跟女人要找又帅又有钱又聪明又会哄人的男人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梦游到我那许愿池里面喝水了吧？你搁那当喷泉呢。相亲苦相亲累，相了半天不般配，挑高矮减肥瘦，好比菜场买猪肉。这么些年给别人交对象成了也有上百对了。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相亲里面的一些潜规则。你去参加线下相亲会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男生都盯着那么1、2个漂亮女生，而所有的女生都盯着那么1、2个高富帅的男生，而你呢只是一个绿叶所以期待值不要太高。大多女生其实没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么多的城府，她喜欢你和不喜欢你都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一个女生对你爱答不理马上换下一个。时间很宝贵，不要花在不值得的人身上，金钱更是。注意没有所谓的慢热，只是不够喜欢。相亲是不需要追的，互相看得上他就自然能够在一起了。需要你去追那说明他没看上你，但又觉得你条件还行，想先跟你不切断联系再看看别人。如果你听到对方说哎呀最近不想谈恋爱，我比较恐婚之类的话，大概率是对方没有看上你而已。当他遇到他喜欢的就马上不恐婚了，他只是对你恐婚。这有的相亲对象愿意跟你保持暧昧，你一确认关系他不拒绝也不接受，甚至还时不时的让你给他提供一些帮助，擅长藕断丝连，若即若离。有时候还会对你很好，让你产生错觉他是不是喜欢我呀，让你觉得马上就能在一起了，但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这些都是海王和绿茶，他们会摧毁你正常的感情观，让你对感情失去信心。这对于男生不要总觉得女生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没钱，
大多数女生啊，虽然很注重经济条件，但她们更注重的是感觉。对于女生呢，你要明白啊，男生的择偶机制，他们永远是先看外在的。如果你外在没有达到他的底线，别的他都不会有兴趣了解的。所以啊，在相亲的时候一定要多注重打扮一下自己，在不妖艳的前提下啊，怎么打扮他都不过分的。不要总是认为能来相亲的都是条件不好的，那你就错了。我做这么长时间啊，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优秀的人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之所以单着，并不是没有人要，而是因为啊圈子小，主动选择单身等等正常原因。如果你遇到的人不太好啊，可能是自己的段位问题。这女生跟男生相亲的时候啊，不要对男人的期待值太高。你要知道，他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教过他们应该怎么哄女孩子和女孩子相处。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啊，他是猜不透你希望他做什么的。他也希望自己很绅士啊，很高情商，很彬彬有礼。他不是不做，不是去故意惹你，而是他压根儿就不会呀。还有啊，这个女生啊，不要太把这个男生在相亲的时候说的话也当真。绝大多数啊，他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有些话都是赶鸭子上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就把自己的想法呀就告诉了你。比如说啊，他今天要开一家养鸡店，也许明天啊他又开了一家养猪场了呀，毫无违和感。基本判断的规则就是啊，关于过去的基本属实，关于未来的呀，你信一半啊就可以了。如果对方拒绝了你，说哎呀我们不合适，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不合适就行了啊，后面的原因啊不必当真，因为往往啊都是随便找的借口，真实原因啊可能是觉得你丑或者你穷，不好直接说而已。最后想说呀，相亲之前一定要先照照镜子。如果你家境一般，就不要总想着找个家境条件好的。你是个场妹啊，他怎么他也找不到总裁的。你是一个高中学历啊，就别指望着高学历了。